当了20年皇帝，朕真不想干了。皇上，这是江南800里加急的60本折子，今日务必朱批。皇上，国库秋收账目共计120本，急需皇上过目。皇上，微臣的折子也急啊！皇上，微臣的折子放了3天，先批微臣的，先批我的。朕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！这皇位谁爱做谁做，老子要去游山玩水。啊！明德20年，地贤累，砸店撒批罢工跑了。不行不行，朕一世英名，要是就这么退位，绝对会被后世笑死。朕丢不起这个人。不过只要朕当了昏君，自然会有忠臣义士揭竿而起，到时候朕再顺势退位。嘿嘿，完美，实在是太完美了。朕的昏君计划第1步，挥霍国库，传朕旨意，在皇宫后面修一座占地300亩的园林，要最贵的石头，最稀有的花木，最奢靡的亭台楼阁。对了，还要采购1000斤火药，朕要看烟花。皇上，国库存银不过800万两，修此园林至少要1200万两，万万不可啊！朕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皇上，国库真没钱啊！哭吧哭吧，朕铁心不改。那尚书老儿昨天可是足足哭了2个时辰，今天早朝他一定能狠狠参我一本吧？皇上，大喜大喜呀！皇上，修园林挖地基时，挖出了前朝埋藏的宝库，金银珠宝折合白银8300万两。这下不仅够修园林，国库还能盈余7000多万两。坏菜了，败家越败越富了。皇上圣明，老臣真是错怪皇帝了，竟然误认为皇上修园林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。其实皇上一片苦心，是为了指引我们发现前朝宝藏，充盈国库啊！皇上圣明。圣明个屁！朕只想退休啊！出师不利，小场面。朕还有一招，朕要打仗，传旨派5万兵马北伐狄戎。皇上，狄戎铁骑天下无敌，连先帝都不敢轻易招惹，更何况他们有铁骑20万，我军只有5万兵马，无异于以卵击石啊！朕说打就打，就是因为打不过，朕才要打，打一场必输的仗，劳民伤财。天怒人怨，百姓自然会反。皇上三思啊！末将愿以死请见。不许见！来人，给朕把大将军拖到战场去打仗。皇上，皇上三思啊！朕心里其实有点愧疚，但为了退休大业，朕必须狠心。说吧，赶紧说，输了朕就有理由被推翻了。皇上，恭喜，是大捷，大捷啊！啊！秦将军以5万兵马破敌20万，狄戎王庭覆灭，北境100年之患一朝平矣。还能这么玩？不仅如此，秦将军还利用皇上放烟花剩余的火药，制成了天雷箭，一箭下去，狄戎铁骑人仰马翻，狄戎可汗跪地请降，愿年年纳贡，岁岁称臣。朕的园林烟花竟变成了军事武器。皇上深谋远虑，采购烟花实为研制火器，一统北境。皇上圣明，这下彻底装不成昏君了。皇上，陈凯旋回来了。皇上圣明，千古一帝。老天爷，你是不是故意跟朕作对啊？没事，我还有一计，沉迷酒色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还当不了个昏君。朕宣布，朕要选秀，一次选3000个秀女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啊！您这样夜夜笙歌，荒废朝政，难道是想让天下人觉得你是个好色昏君吗？对，这事没得商量，朕是皇帝还是你是皇帝？荒淫无道，昏君啊！色令智昏，骄奢淫逸，德不配位，简直是千古第一昏君。骂得好啊，骂得妙！继续骂，最好骂到天下造反，朕就能去享受生活喽。皇上，选秀令一出，举国哗然，这是御史台联名上书的奏折，全在骂您呢。这是好事啊！哼，不愧是老臣，战斗力就是强。这文章写的，朕自己都恨不得谋反了。臣妾听说陛下要选3000个秀女。完了，忘了皇后这茬了。皇上，喝吧。怎么感觉朕的皇后且爱此事？大郎，该喝药了。皇后有事？选秀一事，臣妾替皇上办妥了。办妥了？3000秀女都是由臣妾亲自筛选的，其中2800人擅长纺织、刺绣、制瓷、酿酒等各类手艺，臣妾已将他们分配到各地工坊。剩下200人皆是饱读诗书的才女，臣妾安排他们进了翰林院，协助编纂国史。
朕是让你选秀女，不是让你招宫人啊！皇上英明，以选秀之名行招贤之实，既充实了各地宫坊，又为翰林院投入心血，臣妾佩服。朕没有这个意思。皇上不必谦虚。对了，那2800名女工第1个月就创造了30万两的产值，户部尚书高兴的在衙门里跳了一晚上的舞。朕的选秀竟然变成了招商引资，不行，朕绝不放弃。既然大动作不行，朕就从小处着手。皇上，该早朝了，百官都在大殿里等着呢，你已经迟了半个时辰了。迟得好，急什么？让那帮老骨藤等着，朕今天就是要迟到。诸位爱卿，朕昨夜贪杯，起晚了，愤怒吧，失望吧。皇上操劳国事，日夜不休，如今终于肯多休息片刻了，老臣感激涕零。皇上龙体为重啊！抱歉了，各位爱卿，朕今日又迟到了1个时辰。皇上，今日之事臣等已处理妥当，皇上过目即可。处理的竟然比朕亲自来还好，不行，明天干脆不上朝。皇上，今日早朝您没来，臣等商议出了3项利民新政，以拟好章程，请皇上御列。失去了朕的英明领导，你们的政策一定……竟然挑不出一点毛病。朕不上朝，朝廷反而运转得更好了，这对吗？好，既然小动作不行，朕就加大力度。朕要做一件真正天怒人怨、畜生不如的事。朕要加税，传朕旨意，全国赋税即日起直接翻倍。皇上，赋税翻倍非同小巧，恐惹民怨，三思啊！皇上，哼，朕要的就是民怨，不愿怎么造反？按朕说的拟旨，谁敢劝阻，严惩不贷，滚去办！这下总该有人反了吧？朕就不信这个邪！怎么还没有他们造反的消息啊？皇上，赋税翻倍一事，臣等反复核算后发现，是不是百姓怨声载道？是不是有人造反了？快说！不是啊，皇上，由于北境平定，军费开支锐减，加上选秀女工创造的产值，以及前朝宝藏的充盈，即便赋税翻倍，百姓实际负担反而比去年轻了30%啊！怎么可能？你在骗我吧？皇上，请看，原先北境军费占赋税总额40%，先前这笔款项都是从百姓的赋税中额外收取，如今狄戎称臣纳贡，这笔开支全免。女工产值又补贴了各地民生，此消彼长，百姓实际到手的银子比往年多了不少。如今各地百姓都在称赞皇上仁德，说您是千古一帝呀。朕加税，百姓反而更富了，这到底是什么道理？皇上这是有什么毛病？富了还不好？疯了，都疯了！朕已经快疯了。好，既然赋税翻倍你们都不反，那朕就做一件更疯狂的事，一件足以让全天下读书人集体暴动的事，朕要焚书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遗臭万年，朕也要。德顺，你带人去翰林院，把里面的藏书全烧了。皇上，这可是大逆不道之事啊！朕就是要大逆不道。去。皇上，书全烧了。这次总该有人反了吧？这翰林院大学士哭着跑来了，这次估计要死谏了吧？皇上，多谢皇上啊！什么玩意儿？皇上，翰林院藏书阁年久失修，白蚁蛀虫早已侵蚀大半藏书，臣等多次上书请求修缮，奈何排不上日程。昨夜大火之后，臣等清点发现，被烧毁的大多是已被重铸的废卷，而那些真正珍贵的孤本善册，因存放在石室之中，竟毫发无损。更妙的是，大火烧塌了藏书阁的旧墙，露出了墙壁夹层中藏着的一批失传100年的古籍。皇上此举实乃以火炼真金，去味存真啊！皇上圣明啊，千古一帝。老天爷，你到底要朕怎样？算了，不迂回了，这样下去朕猴年马月才能退休啊！直接摊牌吧。朕有一事要与诸位商议。朕想，皇上，不好了！800里加急军报，南疆叛乱，南越王起兵30万，已攻破我方3座城池。天要亡我大宣！元麻子竟敢如此！臣请战，踏平南疆！完了，3座城池那可是我朝南方的门户吧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来了，终于来了！
天助我也！南越王，朕的再生父母！朕只要让南越王一路高歌敏进，兵临京城，届时朕这个昏君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禅位退隐，从此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不行，朕不能露馅儿，人设还要维持。此事，容朕想想吧。皇上，南疆之事刻不容缓。朕乏了，退朝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皇上，你很高兴？朕忧心南疆战事，何来高兴？朕都愁得食不下咽，夜不能寐。叶成渊，我跟了你20年，你撒谎的时候不敢看我，你真正高兴的时候，左眼会不自觉地眯起来。这不是，这没有，你别胡说。你是不是又在想退位的事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去年你在御书房偷偷写的退休计划书被我翻到了。我的退休计划书啊，你才是这漫漫长夜里唯一的慰藉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啊，等退休了，我就养肥鸡10只，肥鸭10只，每日看着它们在院子里扑腾，逍遥又自在。谁也别想打扰我的退休大计！完了，老巢被端了。第1版，你计划南下扬州；第2版，改为定居苏州。从第3版到第17版，你详细对比了两地的房价、物价和风土人情，一直到最新的第37版，我都看了。叶成渊，你想退就退吧，这20年你太累了。但在退位之前，你得先把南疆的事处理干净，给天下百姓一个交代。不处理，朕就是要让宁越王打进来。你知不知道，南越王一路北上，屠城3座，死了整整8万百姓。8万百姓！来人，传秦烈，遵旨。末将秦烈参见皇上。南疆屠镇8万子民，这匣子里有虎符，还有天雷殿库房的钥匙。朕给你3个月时间，带着他们把南越王给朕打到跪地求饶。末将领命，定让叛贼血债血偿。黄口小儿秦烈，就凭你也想拦本王，给我杀！放箭！救命啊！快逃啊！来人，扶本王起来，本王还能站。南越王，你发动叛乱，致使生灵涂炭，百姓流离失所，你可知罪？秦将军饶命，小王愿降，求将军饶命啊！你害得无辜百姓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之时，可曾想过饶命2字？带走！南疆6郡总算是回来了。朕想退休是真的，但8万百姓的命也是真的。朕真的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吗？皇上，恭贺南疆大捷，只是国事紧急，这几份关于江河水欢的节子，还请皇上定夺。皇上，北境军饷的议案也刻不容缓啊！知道了，都放去御书房。皇上威武，平定南疆，臣妾们都为您骄傲。您可要好好赏赐我们姐妹一番呀！是啊，皇上，您瞧您都累瘦了。听说江南新供了一批云锦，最衬臣妾的肤色。赏，都赏，别来烦朕。怎么还有？一眼看不到头啊！这皇帝，朕真是一天也当不下去了，必须退休。朕需要一个继承人，可是朕又没有儿子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，是个公主。好，公主好，这可是朕的第1个孩子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，又是个小公主。好啊，姐妹俩正好做个伴。陛下是第7位公主。女儿当然好，朕的女儿个个都是宝贝。但是
咱们家是真的有皇位要继承啊！可能这就是天意吧。朕有7个女儿，她们个个都是人中龙凤。大公主叶明珠文武双全，在军中威望极高。大公主威武，不愧是大公主。此处的防御部署太过集中，第3营后撤10里，与探后营形成夹之势，互为支援。是，公主深谋远虑，末将佩服。二公主她快得出残影了。二公主叶明玉精通算学，户部账目全靠她理清。尚书大人，这账目有3万两银子对不上。这笔烂账我们核了半个月都没头绪，您一来半个时辰就找出了症结所在，臣这就去查。三公主叶明琴外交奇才，周边6国的使臣都怕她。三公主殿下，我部今年遭遇了100年不遇的雪灾，牛羊冻死无数，实在是拿不出岁贡了呀，还望天朝体谅。是吗？可本宫怎么听说贵部上个月才用3000头牛从西域商人手里换了1000柄金铁腕刀，雪灾冻死了牛羊，却没耽误你们扩充军备。看来贵部的雪灾还挺会挑地方下的。这是你们与西域的交易记录，岁贡1分不能少。再敢多言，本宫就让父皇问问你们，买刀是想做什么？四公主叶明琪师从国师，玄学造诣深不可测。殿下看到了什么？紫微星地气稳固，但七杀星旁有2颗凤星光芒过盛，呈相互侵蚀之象。尤其西边那颗隐带血光，国运的焦点到了。父皇的选择将定国之兴衰，民之生死。这公主所言甚是。此字通礼，意为礼法。胡说！分明通例指的是官吏制度。你这皇位上多是周少敢不干了。五公主叶明书，翰林院的学士们见了她都要自愧不如。二位大人都错了，此字出自南华经注述，并非通假，其本意为枷锁，认为礼法束缚人性。你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公主大才，我等自愧不如。不行啊，这里的榫卯结构承重不够，一旦合拢，桥身必定垮崩。六公主叶明画公布的图纸有1半出自她手。稳了稳了，原来是这个原理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改斗拱为连梁，分散压力，承重可增3倍，就这么建。这公主真是神来之笔，臣等钻研了半月之久，不及公主片刻之功。七公主叶明诗今年才8岁，但已经能把丞相变得哑口无言。启禀皇上，臣以为当立即实行以工代诏，组织灾民修筑河堤，如此既解燃眉之急，又可加固防线，一举两得。伯伯错了，灾民们连饭都吃不饱，饿得没有力气，怎么去修河堤呢？应该先开仓放粮，让他们吃饱了，有力气了，再让他们去干活，不然活干不好，人还要漏死。公主说的是，不愧是朕的女儿，治理天赋也遗传了朕。朕的女儿个个都顶好，朕非常骄傲。但大玄立国300年，从未有过女帝。朕要开这个先体，传朕旨意，在御花园设宴，宣7位公主觐见。到底是什么天大的要紧事？父皇竟深夜将我们姐妹7人全部召集于此。是啊，父皇今晚怎么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？难道是外敌要打进京城了？今天深夜宣你们前来，确实是有件关乎国家社稷存亡、祖宗基业的通天大事。父皇放心，国难当头，儿臣们虽是女流之辈，但也愿为父皇分忧。对，父皇，您就下令吧，儿臣们绝不退缩。好，有你们这句话，朕就放心了。那朕就直说了，你们之中可有人愿意继承大统？有吗？父皇这是累疯了，估计是父皇还是太敢想了。这皇位真有那么烫手吗？女儿们，救救老父亲！父皇，儿臣志在沙场，不愿困于朝堂。父皇，儿臣只想做学问，当皇帝太耽误研究了。父皇，儿臣已经和西凉国的2王子约好了，下月要去西域游临。父皇，儿臣算过了，
我们7个都没有帝王命。父皇，儿臣的新书还没写完，没空。父皇，儿臣正在设计一座跨江大桥，也没空。父皇，当皇帝要批奏折吗？那儿斩不要。朕的孩子一个比一个不想当皇帝，这是天要亡我！崩溃了，我真的要崩溃了！朕不甘心，朕要逐个击破，先从最有希望的大公主下手。朕的明珠果然英姿飒爽，颇有朕当年的风范。父皇，明珠，你在军中威望最高，若你继位，将士们定会拥护。父皇，儿臣说句实话，儿臣在军中待了10年，见过太多生死。儿臣想做的事是守护边疆，让百姓不受战乱之苦，而不是坐在龙椅上和那群老狐狸勾心斗角。儿臣会闷死的。而且，父皇，你自己不也想跑吗？谁告诉你的？母后啊。青瓷，你是不是把朕的退休计划书给全家传阅了？大公主不行，朕就去找二公主。明玉，你精通算学，治国理财是一把好手，当皇帝你最合适。儿臣最近在研究一个数学难题。什么难题？如何用最少的银子让国库收益最大化？这不就是治国之道吗？父皇，这是纯粹的数学问题，和治国无关。儿臣对权力没有兴趣，儿臣只对数字有兴趣。而且儿臣算过了，大宣历代帝王的预期寿命比普通人短12年，所以不划算。啊！你连这个都算？数据是不会骗人的。漂亮衣服带，地图带，这些我全都要带。出发去西域喽！明琴真是要游历吗？这大包小包的，咋愁着要离家出走呢？明琴，你外交能力出众，当了皇帝可以和天下各国打交道。父皇，正因为儿臣擅长外交，所以儿臣更清楚一点，当皇帝就走不了了。好扎心，全世界都在背弃我。儿臣的愿望是看遍天下山河，尝遍各国美食，交遍五湖四海的朋友。困在皇宫里，那不是儿臣想要的人生。如果有机会，朕何尝不想去看呢？父皇，其实你也想出去走走，对吧？是啊。那等儿臣游历回来，给父皇带各地的特产。那个，要不你先把皇位接了，朕跟你一起去。啊！儿臣听不见，儿臣先走一步啦。朕的好女儿，准备好接受朕的皇位吧。父皇，儿臣昨夜夜观天象，子明星暗，地星偏移，此乃天意。我叶家的下一任帝王不在我们7姐妹之中。那在哪儿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你是不是在糊弄朕？阿弥，不对，无量天尊。朕看起来智商很低吗？父皇，不如你往东边找找呢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罢了罢了。朕的乖女儿在写什么呢？论我父皇的37版退休计划书。父皇，这本书一定能成为大宣第1畅销书。坏了，朕成写作素材了！不行，太丢人了！你给朕烧了！父皇别急，这是副本，儿臣抄了12份。叶明书，你要是敢把这东西传出去，朕就把你的书房封了！父皇，儿臣的书房有7个，您封得过来吗？你就不能把这份聪明才智用在当皇上上？不能，当皇帝哪有写书有意思啊？明画，你在做什么？父皇，儿臣在造一艘能在水下行驶的船。水下行驶的船？对，儿臣叫它潜龙舟。如果造成了，我大宣水师将天下无敌。明画，你若当了皇帝，可以调动全国的工匠和资源，造更多的东西。父皇，当了皇帝就要批奏折上早朝接见大臣，儿臣宁可在作坊里待一辈子，也不要坐那把椅子。既然如此，父皇走了，也好好造船。明师，你长大了想做什么？养猫。除了养猫呢？养狗。除了养狗呢？养兔子，养鹦鹉，养金鱼。朕是问你想不想当皇帝？当皇帝能养猫吗？能。能养100只吗？能。那也不要，
母后说当皇帝会秃头。青瓷，你到底都跟孩子们说了些什么？都问过了，没一个愿意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们不会答应。那你为何不早说？因为你需要亲自去问，才会死心。不过四丫头说的话，你不觉得有意思吗？往东边找，东边是东宫的方向。东宫空着，哪来的人？程渊，你忘了一件事，你还有个弟弟。朕确实有个弟弟，先帝的幼子叶承远。当年先帝驾崩时，他才3岁。渊儿，父皇时日无多了。先帝临终前担心朕容不下幼弟，便将他送往东海的鹿鸣书卷，由大儒陈望舒抚养。自古皇家无情，父皇担心将来你容不下他。陈爱卿，朕要将远儿送往东海的鹿鸣书院，交由你亲自抚养，永世不得回京，你可愿意？臣遵旨。朕的弟弟叶承远，朕当年登基时忙得焦头烂额，后来又一心想着退休，竟把这个弟弟忘得一干二净。他今年多大了？23。他在鹿鸣书院这些年学了些什么？这是陈望舒上个月寄来的信，皇上自己看看吧。皇上，殿下他天资聪颖，文可安邦，武能定国，然其性情淡泊，不慕权位，终日只爱种地养鸡。臣实在教不动了，请皇上把人领回去吧。又是一个不想当皇帝。我们这叶家的血脉里是不是都流着躺平的基因？不管了，朕别无选择。7个女儿不干，朝中宗室凋零，程远就是接班继任唯一的人选。传朕旨意，即刻召靖王叶承远回京。启禀陛下，靖王殿下在殿外候见。宣，这小子长得跟先帝年轻时一模一样，剑眉星目，身姿挺拔。等等，怎么还有鸡叫？皇兄，这是弟弟自己种的白菜，还有书院后山养的鸡，皇兄尝尝。你就是这么进宫的？怎么了？不合适吗？靖王殿下面圣须着正装，这就是我最好的衣服了。没关系，外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力。朕要考考他。程远，朕问你，若你治理一方遇到旱灾，百姓颗粒无收，你当如何？挖渠引水，开仓放粮，同时组织百姓种耐旱的番薯。若国库空虚，无粮可放呢？找富户借，打欠条，来年丰收了连本带利还。若富户不借，就把赈灾的功劳分他们一份，刻碑立传。人嘛，要么图利，要么图名，总有一样能打动的。这小子是个天才，种地种出治国之才来了。程远，朕要立你为太子。啥？太子，储君，将来继承大统的。皇兄，皇帝就是来送个白菜的。白菜朕收了，你也留下。皇兄不要啊！和顺，关门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皇兄，咱们有话好商量啊。没什么好商量的，你就准备继承朕的大统吧。就这样，皇帝被朕强行留在了宫里，还定了课程表，比朕当年还满。殿下，殿下，该起了。太阳没起，我凭什么起？我是太子还是他是太子？让他先起。殿下，太傅等着呢，迟了要挨罚的。知道了，你们退下吧，我先思考一下国家大事。再睡一会儿。殿下，皇上驾到！哪儿呢？哪儿呢？没有呢，奴才们这不是要完成皇上给的任务吗？好啊，你们敢耍我！殿下，老臣问你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此句何解？意思就是老百姓是宝，江山马马虎虎，皇帝就是根草。放肆！圣人之言，岂容你如此曲解？太傅，我这是大白话，好懂。你看，没老百姓种地，皇帝吃啥？吃土吗？所以老百姓最贵。我这解释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你混账！太傅，别气，气坏了身子。谁教我种？哦不，治国呢？腰挺直，气沉丹田。你这是扎马步还是蹲茅厕？师傅，你这就不懂了。
我这叫农夫式马步，重心低，底盘稳，干一天活都不累。罢了，连剑刺。不对不对，这玩意儿太轻了，头重脚轻，不好使力，应该在剑尖上绑块铁，那样劈下去才有劲儿。闭嘴，照我说的做。要是换成锄头，我早把田地给刨了。皇上，这漕运改制乃国之根本，臣以为应将江浙一带的漕粮折征银两。奇怪，是老夫的错觉吗？没发现，要不再弹一颗？程远，户部尚书刚刚所言，你有何见解？皇帝以为尚书大人说的很有道理，尤其是那个漕运，对，就得运，不运不行。有钱修房子，都不给后山的老黄牛换个新牛棚，那牛棚都漏雨了。此官员不知民间疾苦，建议罚他去喂牛3个月。哟，这是个弹劾地方官生活奢靡的，一天吃5顿饭，比我家过年还能吃。抄家，把他的粮食全分给老百姓，让他也尝尝一天只吃2顿红薯干的滋味。这里有几只母鸡，那里种着大白菜。我只想回我的后山喂鸡种菜啊！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快就进入状态了，孺子可教也。殿下，殿下，使不得啊！这是陛下赏赐的金边牡丹啊！金边能吃吗？这地这么肥，不种点白菜萝卜可惜了。起开，别挡着我翻土。可这是东宫花园啊！东宫花园怎么了？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它改名叫东宫菜园。你们俩去，给我找点草木灰来当肥料。殿下，为君者须懂制衡，善揣人心。今日老臣为殿下讲解帝王心术，殿下有何高见？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。讲。您讲的这一套帝王心术，用来对付我菜地里偷菜的田鼠管用吗？你这个庶子，庶子不足与谋也。背上我的小竹筐去赶集。殿下，陛下请您回宫。唉，就不能让我走完这30里地吗？好歹凑个整啊！你跑什么？皇兄，弟弟真的不想当太子，弟弟就想种地。种地有什么好的？皇兄，你不知道，今年书院的新品种番薯亩产能到800斤，如果推广到全国，大宣再也不会有人饿肚子。亩产800斤，现在大宣最好的水田，水稻亩产也才300斤出头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此言当真，弟弟研究了5年，改良了3代种子。皇兄要是不信，弟弟可以种给你看。程远这满是自信的样，不过我倒是有个计划。这样，朕给你一个机会，朕在京郊划1000亩地给你，你负责试种新番薯。种成了，朕答应你一个条件。真的？那弟弟要是种成了，皇兄就放弟弟回书院。哼，一言为定。又能种菜了，午夜！1000亩地的番薯试验田，从育苗到收获，少说也要忙1整年。这1年里，朕可以让他以试验田督办的身份，慢慢接触户部、工部、温水煮青蛙。等他种完番薯，就会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这张网了，完美。快来搭把手，把番薯装过去称重。来了来了，没想到能产这么多。尚书大人，那边最后一块地清点完了，亩产872斤，快记上，平均亩产860斤。哎呀，天佑我大宣，天佑我大宣呐！启禀皇上，京郊番薯试验田大获丰收，经核算，平均亩产860斤。皇上，若将此番薯推广全国，我大宣粮食产量将翻2倍有余，天下再无饥款之忧啊！皇上圣明，当初召回晋王，实为推广神农良种。皇上深谋远虑，高瞻远瞩，臣等拜服。造孽啊！又坏心办好事了。皇兄，亩产860，比我当初说的还多60斤呢。这下弟弟可以回书院了吧？皇兄，你快说啊，说我自由了。朕反悔了，君无戏言，但朕是昏君，昏君可以反悔。皇兄，你可不是昏君，你是千古明君，全天下都这么说。可朕是真的想当昏君。好了，你先回去，此事后面再议。我是谁？我在这里做什么？臣等你在洪泽湖东岸驻堰分水，
引淮水入海，期间需建碱水闸3座。这个水利工程的事儿太复杂了，朕看不懂。程远，你来说说。说就说，我看看怎么个事儿。这里河道改道后，汛期水压过大，不加固分流槽，下游必将决堤。这确实是我们忽略掉的致命隐患。殿下所言极是，臣糊涂啊！皇上，这是与西域商贸结盟的最终条款，牵涉重大，请您务必亲自过目。朕不看，朕眼睛疼，脑仁疼，浑身都疼。程远，你替朕审了吧。这里不对，皇兄，你看，这3条看似是让利，实则是文字陷阱。一旦签了，我大宣每年至少要白白损失30万两白银。这3个漏洞极其隐晦，连户部最精于算计的官员都没能发现。靖王殿下明察秋毫，臣等险些酿成大错。臣以为，这些所谓的官员考核新方案看似新颖，实则挖空国本，滋生贪腐，其害无穷。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，吵得朕头疼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程远，此事交给你，拟一个章程出来，要让所有人都没话说。皇兄，这真是个烫手山芋啊！皇帝遵旨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皇兄，方案我写完了。御史，你来看看吧。肯定又是一篇和稀泥的平庸之作。这方案既考虑了官员的资历，又引入了明确的绩效考核，赏罚分明，堵住了所有可以钻营的漏洞，堪称滴水不漏。爱卿觉得如何？此方案公平、公正、公允，老臣心服口服，找不出半点错处。完了，好想回书院种地啊！怎么还不走？我可要走了。今日方知何为大才。靖王殿下对吏治的见解，比我等浸淫此道数十年的老臣还要通透啊！何止吏治，编冒条款的漏洞，若非殿下指出，我等险些成为大宣的罪人。是啊，还有那水利图纸，真乃神来之笔。靖王殿下，若为储君，实乃社稷之福啊！坏了坏了，难道我真要当皇帝了吗？我才不要当皇帝啊！我的菜园，我的母鸡，我的大白菜。不错不错，交给程远，朕就可以放心退休了。希望后续计划也一切顺利。哦耶！若为储君，实乃社稷之福啊！社稷之福，社稷之福啊！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再不跑就完蛋了。不管怎样，我都不要当皇帝。小萝卜快快长大，长得胖嘟嘟。你们怎么阴魂不散呢？殿下，请跟我们回去。你们不要过来啊！殿下，失礼了。放开我！我的萝卜！我的萝卜还没种完啊！程远这小子，昨晚居然一声不吭的就跑了。皇上，人带回来了。你就这么不想当皇帝？抗议有用的话，我早就回鹿鸣书院种菜了。皇兄，皇帝跟您说句心里话。你说。皇帝从小在书院长大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看着庄稼一点点长大，心里踏实。可当皇帝要算计，要权衡，要牺牲，弟弟做不来，也不想做。皇兄，你自己不也是这么想的吗？这小子跟朕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。自由，我来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回去便是。自由，我来了。好吧，我回去便是。朕闻治国之道，在于长远布局，而非朝夕之功。大白菜，我的大白菜啊！诸位爱卿，当深思远虑，固本培元，业长远。皇上，
这些都是殿下在殿上写的奏折。白菜，白菜，怎么还是白菜？这本终于不是白菜了，怎么是胡萝卜？到底有没有一本能看的？累死朕了，折腾了这么久，一点进展都没有。皇上，靖王求见。他这臭小子又想搞什么新花样？进。今天精神不错，有什么要事吗？皇兄，皇帝想通了。你愿意当皇帝了？不是，不嘻嘻。皇帝这几个月在朝堂上发现了一些问题。这是农政改革12策。一曰良种推广，以育优种增产增收；二曰水利兴修，以疏渠引流，旱涝保收。从良种推广、水利兴修、农具改良到土地制度、粮食储备、灾荒应对等都有涉及。这不是一个只会种地的人能写出来的东西。这是一个真正懂得民间疾苦，又有治国之才的人。他用20年的田间经验和3个月的朝堂习练，写出来这样完美的治国方略。你说你不想当皇帝，但你写了这个。皇帝只是觉得，既然看到了问题，就该想办法解决，这跟当不当皇帝没关系。不愧是朕的弟弟。程远，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最适合当皇帝吗？最适合当皇帝的人，其实不是最想当皇帝的人，而是看到问题就忍不住要解决的人。你不想当皇帝，朕也不想，但这天下的百姓需要一个好皇帝。朕当了20年，累了，接下来的路该你走了。那皇帝能把东宫后院的菜地保留吗？哈哈哈哈，整个皇宫的空地，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。那皇帝愿意试试。今日是程远成为储君的第1天，朕忽然觉得他比朕更像一个皇帝。礼毕。太子殿下千岁，千岁！朕很欣慰，朕的弟弟已经可以独当一面，继承大统了。不过，这小子还没忘了种菜呢。无妨，爱种菜不耽误他会成为一位好皇帝。皇帝定当秉承皇兄教诲，鞠躬尽瘁，以安社稷，以慰黎民。程远，这天下以后就交给你了。皇兄放心。父皇，这是西域良驹，可日行千里。父皇，这是儿臣算好的最优旅行路线，能省30%盘钱。父皇，这上面标了各地最好吃的馆子。父皇，保平安的，这次是真的算过了。父皇，论我父皇的37版退休计划书已经出版了，首印3万册，一日售罄，稿费儿臣都替您存着呢。野明书，父皇，这是儿臣改良过的袖剑机关，你们带上保命用。父皇，这只猫送你，路上不寂寞。你们走吧，再不走，你又要舍不得了。毕竟是朕从小待着的地方，难免有点不舍。皇兄，此去你只管逍遥快活，放心，江山有我。20年，终于自由了。陛下，哦不，夫君，这花可不是你的将士，不用这么大力气的。你看，这才叫浇花。秦言，看招！夫君不讲武德。岂有此理！朕连天下都钓得到，还钓不到你一条小鱼。嘿，夫君，我们终于有鱼吃了。这对吗？青瓷，你退下，让我来。夫君，区区5扇罢了，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为夫的独门绝技——君王一品仙。夫君，你真的靠谱吗？说服你这条滑头，用此利器是你的荣幸。别跑！终于抓住了，火也生好了。君王做菜讲究的就是一个大气，碎盐未免太小家子气了。这才配得上朕的手笔。刺客，这盐里有毒！我的好夫君，你这是在煮汤还是在炼丹啊？
你把这个当调料了，这是用来腌制腊肉的粗盐。还是我来吧，去，帮我把那边的葱切成段。夫君，你还是去帮我烧火吧。对不住，青衣，是为夫搞砸了。这是我吃过最用心的一顿饭。青瓷，过来陪我午睡。我叠好衣服就来，你自己先睡。没了青瓷在身边，这觉都睡不踏实。大胆！你这小畜生，连朕的龙颜都敢踩！罢了罢了，也是个乖宝咪，小猫咪能有什么错呢？我父皇曾在1日之内批阅奏折300章，只为早一刻钟见到我母后。胡说八道！这明明是为了编防图，这个逆女这些也行。我觉得还挺有趣的。青瓷，你还笑？你们说，这新皇台天天让咱们琢磨那什么新农法，又是轮种又是堆肥的，折腾不折腾啊？就是庄稼嘛，祖祖辈辈都这么种的，还能种出花来不成？我看还是以前安安稳稳的好。老哥此言差矣，这轮种啊是为了养地力，今年种豆，明年种麦，收成才能年年高。至于堆肥，那可是宝贝，能让平地变沃土。哟，听你这口气，你还懂这个？略懂略懂。不瞒你们说，如今乡里推行的劝农办法，就是采纳了我一个远房亲戚的建议，感觉又想起当年打理农事的日子。不过还是现在好啊。喝好了，夫君，那我们回家吧。青瓷，还是你最好。这辈子终于可以安安稳稳了。请问这里是叶先生家吗？有您一封从京城来的加急信件。皇兄亲启，弟弟登基3年，推行农政12策，让全国粮食产量翻了3倍。乡亲们，圣上说了，这叫轮种法。今年种豆养地，明年咱再种麦子，保证收成比往年高上一大截儿。天哪，是真的，真的比往年收成多得多，圣上没骗咱们。北境狄戎年年纳贡，将军，这是我们大汗的一点心意，我们狄戎愿与大宣永世修好，再不来犯。知道了，告诉你们大汗，只要安分守己，我大宣便不会动你们一兵一兵。南疆6郡安定繁荣。不可思议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，如今竟成了南海明珠。大宣皇帝真是神人。那是自然，我们陛下说了，通商互利才能长治久安。大宣国库充盈，陛下，国库满了，已经快装不下了。这是我大宣100年为有之盛况啊！很好，传朕旨意，明年起再减天下赋税2成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要说咱们当今世道，那可是文治武功样样了得。但各位可知，世人最敬佩之人是谁？谁啊？便是那位功成身退，与皇后娘娘归隐江南的太上皇啊！听闻圣上没有大事，都要对着兄长画像，三思而后行呢。成员做得很好，那是自然，也不看看是谁教出来的弟弟。大宣交给他，我总算可以彻底放心了。夫君，怎么了？但弟弟有一事相求，程远从不轻易开口，他定是遇到难事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什么事能难倒他。弟弟也想退休了，哥哥说我把皇位传给谁好呢？你累了3年就不想干了的弟弟，叶程远，你才干了3年就想退休？不准，给我至少再干20年！皇兄，弟弟在东宫菜地里种出了亩产1200斤的新稻种，弟弟真的很想回去种地。不准，种完稻子继续当皇帝。皇兄，弟弟已经在写退休计划书了，正在第1版。遗传，这绝对是遗传！夫君，怎么了？京城又来信了。青瓷，你来评评理。退休计划书第1版，很好笑吗？叶承渊，我算是发现了，你们叶家的人是不是都克皇位？哎，夫君，你去哪儿？回京，把他按回龙椅上。
这里要引活水进来，那边多种些番茄。皇兄，你怎么来了？皇兄，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给我坐好！皇兄都3天了，你就让我退了吧，我真的只想种地。不行。叶成远，我最后说一次，你要是敢退位，我就立马安排人把你皇宫那些宝贝菜地全给铲了，改成停马场。终于老实了。大人，京城来信了。皇兄，弟弟还是想退休。不准！微臣叩见陛下。陛下，你这株番茄侧芽打得太狠了，会影响后期挂果的。哦，你懂这个？家父掌管农部，我自幼便喜欢摆弄这些。像这种长势，应该保留第一花穗下的侧枝。你过来，详细说说。所以说，要想马铃薯高产，关键在于深耕和培土。原来如此，我之前一直以为是种属的问题。我叫叶成远，你呢？臣女林婉儿。或许留下来也不是不行。如果有人能一起种地的话，好吧，那就留下来吧。你闻，这土里加了豆饼和草木灰，肥力肯定足。陛下圣明。不过，若能再加入一些腐熟的河泥，对瓜果类的生长会更有患处。丞相已经在外面等了1个时辰了。让他等着，没看见朕在忙正事吗？陛下，国事为重，丞相应该是有要事禀报。田里的事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做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婉儿，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当这个皇帝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种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陛下的眼睛里只有看着这些花草时才有光。但是，您是皇帝，这天下万民都是您的责任田，你可以把天下当成你最大的菜园，把百姓当成你最珍贵的禾苗，用心去浇灌，让他们丰收，让他们安居乐业。婉儿说的是。你可以把天下当成你最大的菜园。自有农部尚书之女林氏婉儿，德才兼备，性行温良，侧为皇后，母仪天下。父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韭菜，割了一茬还会再长，就像父皇的江山始终生生不息。陛下又跟太子说这些。皇上，这是江南来的信。皇兄又写信来提醒我了。你看昭儿这身板，这力气，将来肯定是个种地的好脚。陛下，你就不能盼儿子点好吗？昭儿这次又有什么新想法？父皇，儿臣想说的不是农事。父皇，您和皇伯父都志不在此，儿臣不一样，儿臣想当皇帝，儿臣想让叶家的江山在儿臣手中变得更强盛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儿臣刚刚说，儿臣想当皇帝。皇兄，昭儿说他想当皇帝，他主动说的，弟弟没有逼他。大人，京城又来信了。该不会又是要退休吧？这小子，叶家300年，终于出了一个主动想当皇帝的了，祖宗保佑，真是祖宗保佑啊！终于可以退休了。你怎么来了？皇兄，皇兄，我来投奔你了。你这也太快了吧！禅位大典昨天才办完。皇兄，行了行了，我这院子大，住得下你们夫妻俩。那倒不必，你隔壁的院子我让人提前买下来了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。皇兄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呀，真是我的克星。皇兄，那是刚发芽的黄瓜苗，不是草。我怎么知道它长这样？哎，说起治理天下，你在想，论种地，你还差得远呢。来，我教你。钓鱼讲究的是一个静字，
心如止水，方能与鱼相通。皇兄，鱼上不上钩，看的是运气。要是实在不行，咱们晚上拿网去捞吧。看到没？这就是心性的力量。弟妹，你看我这粉裹的匀不匀？会不会太漏了？这粉裹的刚刚好，待会儿下锅一炸，保证鱼鳞片片分明。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今天能钓上多大的鱼。放心吧，嫂嫂，就算他们空手而归，我也有办法。看，皇兄钓的，今天加餐。辛苦两位渔夫了，快去洗手，准备吃饭吧。皇兄，我太佩服你了，当皇帝这么累，你都能当20年。都过去了，叶昭这孩子不错，比咱俩都强。不说那个了，从今往后，咱们只谈风月，不谈国事。来，为咱们的好日子干了！干！两位大人，京城来信了，是昭儿的来信。父皇，皇伯父安好，目前国事一切顺累，新农政已推行，百姓安乐富足，勿念。以前我守着天下，现在才明白，守着你们才是我的天下。程远，这样的日子真好。这步不算，我刚才眼花了。皇兄，落棋无悔啊！你这老毛病退了休还没改。这动静听着像是骑兵队，管他什么队，天塌下来也得等我吃掉你这只马。大公主殿下到门口了。慌什么？女儿回家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儿臣叶明珠拜见父皇母后，拜见皇叔神母。好，好，回来就好。北境还安稳吧？一切安好，儿臣还顺手解决了几个想闹事的小部落。大将军，赤袭来报，敌军主力3万人正在猛攻我们西侧的鹰色崖，我们不得不防啊！张夫就所言极是，鹰色崖不容有失。传令下去，你率铁甲营后撤30里，在黑风口设伏；你率神机营携带所有天雷箭，立刻赶往卧熊谷，不必隐藏行踪，大张旗鼓的去。大将军三思啊！西侧告急，我们却反向撤退，这不是弃守鹰沙崖吗？是啊，将军。而且卧熊谷方向并无敌情，我们大张旗鼓的去，岂不是暴露了意图？敌军主帅孤狼，其人用兵虚实相间，最擅长围点打摇。他们的真正主力定就藏在这卧熊谷。他赌我们一定会去救鹰沙崖，想将我们一举歼灭。神机营大张旗鼓的去，就是要让他以为我们中计了。但我们早有准备，黑风口就是他全军覆没的葬身之地。是。明珠，你在边关受苦了。能守护父皇和皇叔打下的江山，让百姓安居，儿臣不觉得苦。来，大侄女，尝尝你皇叔种的黄瓜，刚摘的，甜。比军营里的干粮好吃多了。二公主殿下也来了。父皇、母后、皇叔、神娘。明玉，你的那个数学学堂办得怎么样了？回父皇，学堂已经盈利了，而且前些日子儿臣又帮户部解决了难题。我大宣船运车运路线复杂，如何规划才能粮食损耗最低？我户部几十名算学手用算盘算了半个月却不得结果，实在头疼。我等听闻二公主精通神算，不知可有良策？你上来，用我们上个月学的矩阵降维法简化运河段的变量。你算出最大吞吐量的参储节点。算好了。这套方案不仅简单，而且比先前的还好用。二公主大才，大宣有数学学院，实乃国之幸事。母后，父王，我游历回来了。这次又跑去哪里了？差点晒成一块黑炭。父皇，您看，我找到了，这是通往黄金之国的道路。那里的国王差点把我当成祭品献给他们的杀神呢。国王陛下，杀神发怒了，必须要用他们的血来祭祀杀神，才能平息神怒。尊敬的国王陛下，杀神不会因为凡人的鲜血而息怒，只会因为凡人的愚蠢而发笑。你会说我们的话？我走过39个国家，学过17种语言。陛下，杀神发怒真正的原因是风。你们砍伐了大量的胡杨林，没有了树木的根系抓附土壤，流沙自然会一年比一年更近。一派胡言！这妖女休想动摇杀神在国民心中的地位。陛下，您需要知道防方之山固陀的行地。另外，我这里的东西可保证贵国长粮久安。这些东西不仅能固杀，还能吃。但作为条件，我要开辟商路，用大宣的丝绸瓷器换取你们的宝石和香料。东方的公主，
你的智慧比黄金更耀眼，我答应你。下次再遇到这种事，不许拿自己冒险。知道了，父皇。对了，这是我从那个国家给您带的特产。三姐，你这座雕像杀气太重，放在院中会破了此地的风水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我这院子好得很，用不着你看风水。父皇，这枚暖玉您贴身带着，您最近肝火过重，易动怒，对身体不好。四妹，你现在当了国师，是不是天天在宫里祈福念经啊？国师之职，非为祈福，乃为避祸。上月黄河泛滥，儿臣就略尽了些绵力。陛下，黄河水位已超警戒线3尺，沿岸数个州府的堤坝都出现了险情。皇姐，您怎么看？古河道盐碱地沼泽，立刻掘开这3处。国师三思，这3处虽然人少，但一旦掘开，万顷良田也将毁于一旦，而且距离主河道甚远，远水解不了近渴啊！此3处乃地龙翻身之眼，是地下水脉的薄弱之处，掘开它们是为了宣泄地下的洪水。闻所未闻，天方夜谭。照朱师说的办，立刻马上。洪水下去了，这是奇迹吗？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大堤保住了，下游的百万民众保住了。这略尽绵力的背后，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博弈和通天彻地的脑。父皇不必担忧，儿臣所为皆顺应天道，非逆天而行，于自身并无大碍。皇叔，此物精气过盛，与您土木之命相克，若长久置于身边，恐损您种菜的运气。那怎么办？父皇、母后、叔叔、婶娘，各位姐姐，我回来看你们啦！害怕女儿不来，更害怕女儿来。你还知道回来？这次又写了什么东西来气我？父皇，您看，父皇这一卷卖的最好，现在全天下的女子都视您为情圣典范呢。你里面又胡说八道了些什么？各位，对话书是第3卷，今日首发，每人限购1本，里面有独家附赠的太上皇手绘版《帝后江南定居构想图》。话说当年，太上号为了让皇后娘娘开心，曾秘密下旨，要寻遍天下最美的晚霞，将颜色染成布匹，为娘娘做一件衣裳。此等深情，感天动地呀！青瓷，这龙椅冷，这江山重，都比不上你为我煮的1碗热汤。若有来生，我愿化作你窗前的一棵树，日日夜夜只看着你。公主殿下，您这本书已经不是一本书了，它是一种文化。现在京城最流行的情话就是“我愿为你舍弃江山”。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些肉麻的话？还有那什么构想图，那是我的农家乐规划图。父皇，这叫艺术加工，为了让您的光辉形象更深入人心。父皇，这本是给您的特供版，黄金封面，还镶了宝石。您看，卖书的钱我都拿来孝敬您了。还有这尊金像，就是用这本书前2卷的稿份给您打的。天书，此乃何物？父皇，叔叔，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！我最新发明的征嵌自行车，从京城到这里只用了5天。明画，你那艘潜龙舟造出来了吗？那是自然。公主，这铁疙瘩真的能浮起来，还能开？诸位将军、皇帝，看好了，起航！起航！准备下潜，目标海底。公主殿下威武！传令下去，以潜龙舟为蓝本，组建我大宣第1支深海舰队。不错不错。父皇、母后，女儿来看你们啦。明师，那你呢？过得还好吗？女儿过得很好，不仅如此，女儿的猫前段时间还立了大功。陛下，不好了！不知从何处涌来大批鼠患，眼看就要啃食新入库的粮食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皇兄，莫急。陛下，鼠患已平，1只老鼠都没剩下。七公主殿下的猫军真是神兵天将啊！
父皇，我宫里养了99只猫，就差1只便凑够100个了。这么有缘，我昨天刚好捡了1只。昨天我去镇上看到这小家伙在路边叫，没人要，怪可怜的，我就带回来了。谢谢父皇，刚好圆圆满满。好了，难得咱们能团圆一次，今日咱们就好好吃个团圆饭。开饭喽！慢着！啊！我可是大宣的皇帝啊，也是叶家人啊，怎么能把我忘了？哎呀，这天可真像天啊！这地也真像地啊！完蛋，把这个最重要的人给忘了。黄伯父，父皇，你们退休了倒是在江南乐得逍遥，留我一个人在京城批奏折，连顿饭都不给吃吗？昭儿啊，我给忘了，忘了。昭儿啊，这不是一高兴就给忘了吗？下次一定记得。糟了，还真把他给忘了，说点什么缓解尴尬呢？是啊，昭儿，父皇也给忘了。你瞧你黄伯父这记性，我也被他带跑偏了。爹，您可是我亲爹，有您这么当爹的吗？连亲儿子都忘了。我是父皇亲生的吗？这2位太上皇一个比一个不靠谱。好了好了，昭儿，快别站着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哪里就真的把你忘了？长途跋涉也辛苦了，快坐下歇歇，饭菜和碗筷早就备好了。昭儿，快来吃吧。来，你坐父皇旁边。今日难得一家团聚，我敬各位一杯。黄伯父生养的这些儿女，个个都是国之栋梁，撑起了整个大宣的江山。昭儿替天下百姓敬黄伯父和各位皇姐。大皇姐叶明珠，您镇守北境，用兵如神，护我大宣百姓安宁，宵小不敢侵犯，我敬您一杯。二皇姐叶明玉，您创办算学院，推广新良种，让江南粮仓充盈，百姓温饱无忧，我敬您一杯。三皇姐叶明琴，您走遍异域，开拓商路，改良医书，救死扶伤，恩泽天下，我敬您一杯。四皇姐叶明琪，您能观天象，断祸福，曾掘开3处水脉，平息黄河水患，实乃国之幸事。五皇姐叶明书，您妙笔生花，畅销书传遍大宣，启迪民智，功不可没。六皇姐叶明化，您创新功绩，发明蒸汽自走车与潜龙舟，利国利民，技艺超群。七皇姐叶明师，您率猫咪大军，平定粮仓鼠患，护我大宣粮仓无虞。各位皇姐，皆是大宣栋梁。昭儿敬各位皇姐。黄伯父，您生养的这些儿女，个个都是国之栋梁，撑起了整个大宣的江山，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，这是大宣之福，更是我的榜样。我替天下百姓，替大宣江山敬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昭儿嘴甜，不过是几句抬举话罢了。皇兄，昭儿此言不假，这公主们个个都是栋梁之才，要我说，你再多生几个，咱们大宣岂不是要无敌了？旁人羡慕都羡慕不来，陛下好福气。这顿饭，舒心，好久没这么畅快了。既然吃得尽兴，往后有空便常来聚聚。夜里路凉，回去路上马车慢些走，切莫吹风受寒。伯母放心，我很快就会再来看望你们的。父皇、母后，北境战事不容松懈，女儿今日便启程回北境督军，加固边防。女儿准备在江南开办女学，推广农桑技术，以助民生。女儿将入太医院修订药典，随后周巡行医，济世救人。西南旱情严重，
女儿愿前往主持水利修建，解决当地水患。女儿新书有了灵感，打算回书院闭关著书。工部有一项新发明，亟待完善，女儿急着回去。女儿的猫咪大军需要训练，还有新的粮仓要视察。朕的女儿们真是意气风发呀！哎，这下好了，我这心里啊，就像那丢了7个葫芦娃的爷爷，空落落的。你这老头子，总有稀奇古怪的比喻。黄伯父，我回来了，搬过来住些日子。不是吧，这回来的也太快了点吧？昭儿，你现在可是皇帝啊，怎么能来我的院子里住呢？你可是我们叶家唯一一个喜欢当皇帝的独苗啊，不会是也想退休了吧？黄伯父，侄儿自登基以来，虽兢兢业业处理朝政，自问也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但每思及您当年创下的盛世，便深感自身格局不足，远未能达到您千古一璧的高度。此次前来，便是想留在您身边，潜心学习，参悟帝王之道。帝王之道？我哪有什么帝王之道？我的道是摸鱼之道，摆烂之道。我要是真教你，大宣不得被我教垮了？求伯父指点。看样子不说2句话是不行了，糊弄糊弄孩子吧。大道至简，不必执着于细枝末节。黄伯父此言如醍醐灌顶，侄儿愿拜黄伯父为师，求黄伯父教我。哎，用不着，用不着。拜师？这要是真拜了，我拿什么教他？教他如何做个合格的昏君吗？先贤弟果然是千古一帝，有如此功绩，却又如此谦逊，真不愧是黄伯父啊！陛下，800里加急。南方水坏，江南3县被淹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当地官员赈灾不力，粮道堵塞，开官仓放粮，征调周边富户存粮，组织民夫抢修堤坝。我倒是有办法，可这治标不治本啊！来年雨季恐怕还会出问题。黄伯父肯定有根治水患的法子。黄伯父，江南突发特大水患，3县淹没，赈灾调度处处受阻。侄儿思来想去，只有治标之策，特来向您前齐教根治之法。糟了，这么快就出事了！我这退休多年，早把那些治国安邦的知识还给各位尚书了。昭儿，你先说说你的想法。难道黄夫妇要考验我？先开官仓赈济灾民，再征富户存粮应急，同时征民抢修堤坝，调邻县官吏联合乡绅统筹物资，保障赈灾供给。天哪，这小子说的头头是道，我都忘了。只能硬着头皮说几句模棱两可的空话了。为政之道，当顺势而为，藏富于民，笃不如疏。这几句正确的废话，应该能糊弄过去吧？但愿他别问得太细。顺势而为，笃不如疏，笃不如疏。侄儿懂了，黄伯父教诲醍醐灌顶，与其只是一味的修筑堤坝，堵塞水路，不如顺应水势，开挖引流河道，将洪涝之水引入荒芜之地，变害为利。同时组织灾民参与修缮水利，以工代赈，既解决了灾人生计，又能从根本上治理水患，长治久安。多谢黄伯父指点迷津，侄儿这便去修改范令，快马加鞭发往江南。这也能行？我就是随口胡诌几句，他居然能自行领悟出这么一套方案。这小子该不会是传说中的过度解读型人才吧？黄伯父、黄伯母，江南传来捷报了。黄伯父，新政推行顺气，以工代赈，安定百姓，河道迅速完工，水患已稳，万民都称赞朕仁厚，颇有您当年的气度。离谱，真离谱！我就是随口说了2句套话，居然真的管用。这小子解读能力也太强了吧！看来你已领悟其中要义，治国之道本就如此。黄伯父寥寥数语便点透了关键，侄儿佩服。陛下倒是好气度。
黄夫妇，侄儿继续去批剩下的奏折了。竟然有人能笑着说批奏折，真是恐怖如斯啊！哟，我们这位太上皇，这世外高人装的是越来越像了呢。这叫以身作则。黄伯父，这次是科举改制的难题，大宣科举沿袭旧制，只考四书五经，选拔出来的官员多是只会通谈的书生，缺乏实务能力。侄儿想改制，却怕触动世家利益，遭到朝臣反对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特来请教黄夫妇。科举改制，这可是要掀翻朝堂的大事。我当年想当昏君，根本没想过这些，但现在不能露馅儿。为整之要，唯在得人。然得人之道，当不拘一格，拔绝寒微。不错不错，又是几句万宁的正确废话。不拘一格，拔杖寒微，得人，对啊。侄儿明白了，黄伯父点醒了侄儿。侄儿回去后立刻调整科举方案，在原有科目之外，增设明算、民法、农科等专科，允许那些拥有真才实学，即便出身寒门的子弟，也能凭借特长入仕。同时，放宽报考限制，不再看重出身门第。为了减少阻力，安抚旧世子，侄儿会特设恩科，给旧制世子留足出路。多谢黄伯父指点迷津，侄儿这便去办。这小子又悟了，而且还想出了恩可这种减小阻力的办法。我这真的是随便说说的，随口扯句空话，竟让他琢磨出一整套新政来。这小子才是天才吧？黄伯父，新科举选拔出的人才被分派到各地县衙任职后，个个都能力出众，政绩斐然，百姓陈颂，朝臣们也都称侄儿知人善任，是一代明君。侄儿心里清楚，这全是黄伯父的指点之功。黄伯父寥寥数语便能指引侄儿拨开迷雾，真乃神人也。神人？我就是个想退休的普通人，这小子再这么看我，我迟早要露馅儿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四时安顿便是治世根基，风调雨顺方能百姓安居。黄伯父此言暗藏安民之道，这茶滋味甚好。品茶贵在平和，治国亦需沉稳包容，不急不躁，方能体恤万民。他这是要榨干我脑子里所有的废话吗？连喝口茶都要被他分析半天。青瓷啊，你看看昭儿那眼神，简直要把我奉若神行了。他再这么下去，我迟早要露馅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哪里有什么帝王之道可言？谁让你自己非要装高人？既然装了，那就得装到底喽。我看你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黄夫妇，北境急报。什么事啊？大清早的。北境游牧部落趁秋高马肥，集结万骑袭扰三城，劫掠人畜。守将追击就躲进草原，十分难缠。侄儿连夜拟定了增兵围剿的方案，但又怕大军深入草原会中敌军埋伏，得不偿失。黄夫妇，您说该如何是好？游牧部落，草原，我又不是军师，我只想安安静静的睡个回笼觉。攻守兼备，以逸待劳，坚壁清野，扰其后方。赶紧睡，希望这小子别再来吵我了。攻守兼备，以逸待劳，坚壁清野，扰其后方。侄儿懂了，黄父高瞻远瞩，点醒了侄儿。800里加急，北境大捷。陛下调兵固关，坚壁清野，遣轻骑袭敌后方断粮，敌粮草耗尽，军心溃散，惨败受损。这小子又行了，我这真的是随口胡说的。黄伯父，北境大捷，天下传颂。一时敌军退败，元气大伤，边境长治久安，此乃圣上神武。陛下真是神武，听他这治水和退敌之策，简直有当年先仙帝的风范。可不是嘛，先仙帝有7位公主替他治理天下，如今陛下更是文韬武学，乃是我大宣之福啊！百姓们都说，当今陛下文韬武略，和当年的您一模一样，是大宣之福。陛下圣明，有先天帝之风范，治国安邦，国之栋梁。朝中大臣更是联名上奏，征扬侄儿治国有方，是难得的明君。但侄儿心里清楚，这份公松全靠黄伯父足不出户，运筹千里，这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。侄儿备薄酒敬您。又来了，这小子是真把我当千古一帝了。
我只想安安静静的过退休生活啊！坏了，这样下去要一直扮演世外高人了。赵儿，你做的不错，为君者当知民心为上，江山社稷皆系于民生，唯有百姓安居乐业，国家方能长治久安。民心为上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长治久安，这还做上笔记了。多谢黄伯父教诲，侄儿定将此铭记于心，日夜翻看参悟。黄夫妇、黄伯母又来了，这小子天天准时过来刨根问底，随口一句闲话都要解读出治国大道，我这清闲日子算是彻底完蛋了。黄伯父，最近有几位地方官员的任免，侄儿拿不定主意，想请黄伯父过目。连官员任免都要问我，这都过去多少年了，我哪里懂现在复杂的派系斗争和地方关系？我只知道谁能让我清静。不愧是黄伯父，这么快就胸有成竹了。为官者当德才兼备，知人善任，方能国泰民安。又是几句废话，希望他能悟出点什么吧。德才兼备，知人善任，黄伯父所言字字珠玑，被他这么眼巴巴的盯着，浑身都别扭，又不好意思直接撵人走。侄儿愚钝，先回屋研究学习一番。终于走了。哟，我们的太上皇，这戏演的可真卖力啊！天天这么装高人，累不累啊？什么叫演戏？我那分明是大道至简，说出来的话都是至理名言。他叶昭能从中有所领悟，那是他天资聪颖，可不是我演戏。是，您说的是。程渊硬撑高人架子的模样实在可爱，就是不知道他还能维持多久。黄伯父、黄伯母，侄儿特来请教。哎，父皇也在啊。昭儿啊，你黄伯父的智慧深不可测，这些寻常的政务于他而言，不过是茶余饭后的闲谈。你个混账东西，又想搞什么幺蛾子？要知道，越是棘手的难题，越是能看出真本事，越是能从你黄伯父那里学到真东西。我劝你啊，把你朝中最难办的案子、刑部积压的疑难旧案，还有各地上报的棘手政务，统统都拿去请教你黄伯父。父皇所言极是，侄儿明白了。黄伯父的智慧果然是要用大问题才能激发出真正的光芒。多谢黄伯父，多谢父皇指点，侄儿这便去整理卷宗，速速去将刑部所有积压的疑难旧案，还有各地呈报上来的棘手政务卷宗，全部整理妥当，一并取来。是。黄伯父，侄儿今日特来请教难题。这些都是刑部积压的疑难旧案，还有各地上报的棘手政务。侄儿想请黄伯父指点迷津。叶成远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我跟你没完，800遍都不够骂的。陛下离京2月有余，朝中诸事井然有序，江南治水、科举改革、北境战事都办得非常漂亮，无一延误啊！是啊，新政成效卓著，改制选拔的官吏政绩斐然，都是陛下圣明啊。刑部积压的旧案，陛下虽远在江南，却屡屡远程指点，案案明察秋毫，处置得当，令罪犯无所遁形，百姓拍手称快。陛下之治文韬武略，堪比先帝在位之时，实乃大宣之福。陛下虽然在江南也能稳掌朝政，但国不可一日无君。陛下长时间离开京都，与礼不合，恐怕动摇国本啊。御史大夫所言甚是，陛下是一国之君，理应坐镇京城，震慑四方。我等一起联名上奏，恳请陛下速速回宫，主持大局吧。
陛下，京城急报。才2个多月，我还没跟黄伯父学够本事呢，怎么就要回去了？黄伯父，朝中重臣联名上奏，言说国不可一日无主，请侄儿速速回宫主持大局。太好了，终于能把这祖宗送走了，我这装高人的日子可算到头了。国事为重，既然朝臣有此请奏，你就回去吧。可是，侄儿觉得，在黄甫父身边，才能学到真正的帝王之道。修行在个人，治国之理尽藏于万民之间，不必时时刻刻守在我身边。若有疑惑，随时可以写信给我。客气客气而已。等你一走，天高皇帝远的，半年都不回你一封信。是，黄伯父教诲，侄儿谨记。侄儿明日便动身回宫。黄伯父，侄儿虽回京，但心系黄伯父教诲，不如我们飞鸽传书吧，最多2日便可传信，这样侄儿便能随时向黄伯父请教。黄伯父，侄儿回宫之后，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，就飞鸽传书来请教您，还请黄伯父务必回信指点。好，没问题，有任何疑问尽管来问。我靠，早知道不说书信了，这哪里是送走啊，这分明是远程办公开始了，我的退休生活啊，就这么飞走了。黄福父、黄伯母、父皇、母后，儿臣告辞。此番回京，定当勤勉正事，不负您的教诲。去吧，国事要紧。昭儿此去，定能大展宏图。黄伯父，多谢您这2个月的提点。昭儿啊，你可要多写信，多请教你黄伯父，别荒废了学业。是啊，学无止境，有疑惑就问。你们2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家伙，这是合伙把我往火坑里推啊！皇兄啊！皇兄，轻点儿，疼！你个混账东西，是不是还在报当年我逼你当皇帝的仇？好不容易退休了，你又撺掇昭儿来烦我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冤枉啊，皇兄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我哪知道昭儿那小子这么听话，真把那些卷宗都搬来了。我就是想看你出丑嘛。皇嫂也起哄了，她也让昭儿多写信，多请教。你怎么不收拾她？那是我老婆，能一样吗？好吧。昭儿解决了那么多陈年旧案，你这个黄伯父出的主意功不可没。听见没？都是你做的怪，今天非得好好收拾你不可。啊！皇兄，皇兄，饶命啊！皇兄，痛！皇嫂，救命啊！皇嫂，晚了，陛下这回可不会轻易饶了你。还好里面热闹，没人留意墙外。你是何人？这么不堪一击啊！看来就是个普通的富裕乡绅人家，没什么法位。打劫！弟弟，这是你找来的救兵，多谢了。奇怪，他们见到打劫的怎么一点都不慌？先拿下这个男人，把值钱东西全交出来！啊！我的手！你竟然有这种身手！小小之辈也敢闯进来撒野！别过来！招式沉稳，力道刚猛，绝非普通乡绅。这男子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这女人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肯定好拿捏。先抓住她当人质，威胁这男子。自量力，安分点儿。这女人力气怎么这么大？身手也如此诡异。宵小之徒，
也敢在本宫面前放肆？就这点本事，也敢来打劫我们家，胆子倒是不小，活该。失算了，这家人完全不是普通的富户。你干什么？别碰我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看我的脸，我保证让你全家死无葬身之地！哎呦，这么严重啊？动不动就要人全家性命，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吓。行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不看了。算你识相，只要你现在放了我，今天的事本姑，我就当没发生过，绝不找你们麻烦。啊！你个老狐狸，你耍诈！居然是个小丫头，这胆大包天的毛贼，竟是个年轻姑娘。哟，原来是个小姑娘，深更半夜跑来我们家做客啊！看起来她并不知道我们的身份，不过是个误闯进来的小毛贼，教训教训也就算了，反正也没损失。废话少说，赶紧放了本姑娘！你们得罪了我，保证你们在这地界待不下去，到时候跪着求我都没用。哼，几个老不死的，不知道本姑娘的厉害。哦，口气不小啊！说说看，你上面是什么人，有多厉害？说出来听听。哼，说出来吓死你们！识相的就赶紧赔礼道歉，把我恭恭敬敬的送出去，今晚这事就算了了。否则，哼，看他们吓得不敢吭声的样子。这小姑娘有意思，看来背后真有些来头，不然不会如此嚣张。也罢，陪她玩玩。方才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放了我？给你1天时间，尽管去叫人，把你背后那位厉害的靠山叫过来。我倒要看看他有多硬的拳头，还能把我这院子给掀了。他是不是疯了？还是不知死活？这男子长得倒是仪表不凡，风度翩翩，可惜太狂妄了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别后悔！瞧你又开始逗人了，这下好了，明天指不定真要闹出什么大动静来。他上头有人，我上头可没人了。我倒要看看这地界还有谁能比我叶成渊更嚣张。开门，快开门，我有急事。原来是姑娘大驾光临，深夜寒冷，姑娘怎么亲自过来了？快随小人入内歇息。别废话，我今晚栽了跟头，在城郊一户人家被人打伤，立刻通报你家主子出来见我。什么人竟敢冒犯姑娘？小人这就火速通报家主，定给姑娘讨回公道。姑娘稍后。李家可是当地最大的豪强地主，我看那男人还能不能得意这么久。哎呦，姑娘您可算来了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来人，给姑娘上茶。李大福，你愿不愿意帮我？今日我外出办事，竟被一户不知天高地厚的乡绅欺负了。他们不仅无故拘禁我，还言语侮辱，简直欺人太甚。哼，看我不把他们说成十恶不赦的恶霸！这姑娘来历神秘，平日里出手阔绰，正愁没机会巴结。今日她受了委屈，正是表现的好时机。什么？竟有这等不开眼的鼠辈，欺负姑娘您，那就是不给我李大福面子。姑娘您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我李大福在这1亩3分地儿还没怕过谁，我保证一定让那户人家跪着赔罪，把场子给您找回来。来人啊，都给我召集起来，抄家伙！哼，那对乡野夫妇，等会儿我看你们还怎么嚣张，到时候跪地求饶都没用。就是他们，给本小姐进去砸，把这院子给我砸个稀巴烂！敢惹咱们姑娘，真是活腻了！抄家伙，直接拆了这破院子！谁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人长得也太像先帝的画像了。大夫，看好这幅画像，这是咱们大宣的先帝叶成渊。这位先帝绝非寻常帝王，文治武功冠绝天下，哪怕归隐山林，余威依旧震慑四海。孩儿记住了。难道真是？不可能！先帝都驾崩多少年了，怎么可能出现在这深山小院里？谁啊？大半夜不睡觉？这人
竟和先帝画像有7分相似，怎么可能？先帝可是如今陛下的亲爹，怎么会出现在这穷乡僻壤？一定是巧合，一定是巧合！哼，就算长得像先帝又怎么样？得罪了我李大福的贵客，照样要付出代价！都给我冲进去，把这院子砸了，把人全都给我抓起来！动手，一个都别放过！是。住手！大胆狂徒！朕离京未久，地方便如此目无王法，敢私聚重众，擅闯民宅，弑其行凶，竟敢在皇夫妇的院子里撒野，找死！这不是当今陛下吗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天要亡我呀！当今陛下也来了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愣着干什么？都给我进去砸呀！草民有罪，草民罪该万死。大人为何下跪？废话，能不跪吗？站在你眼前的可是当时的皇帝呀！天哪，这是捅了天大的娄子了！都跪下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他们不是当地最大的豪强地主吗？为什么对一个乡野村夫下跪？好大的胆子！竟敢私闯民宅，聚众斗殴，横行霸道！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？大人饶命，草民知罪。草民该死，求您开恩！把这些人都押下去。你敢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还有你刚刚冲撞的这位，可是小打小闹而已，还用不着。他找来的靠山都跪下了，他却能面不改色，恐怕还有背景吧。既然钓鱼，那就要钓个大的。真不愧是黄伯父，高瞻远瞩。滚吧！今日看在无人员伤亡的份上，饶你们一回。再敢作乱，定不轻饶。切，中看不中用的废物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你别得意，我就是怕找来的人太厉害，吓着你，特意找了个最没势力的。你等着，我找个更厉害的来。哼，别以为有点背景就了不起，比背景，本姑娘还会怕了你个成。行，我等着。我倒要看看这江南地界，谁是你口中的有势力和厉害。哼，走着瞧，本姑娘就不信，还真没人能治得了你。李家主没用，我就去找知府，他应该是这地方最大的官了吧？我就不信他比不过那乡野村夫的背景。让你们知府出来见我，我有要事，立刻通报。王大人，本姑娘被人欺辱，你这治下之民竟如此胆大妄为，不仅拘禁殴打本姑娘，还口出狂言，说在这地界谁也管不了他们。这姑娘身份特殊，万万不能得罪，怎么偏偏在我的地盘被欺负了啊？姑娘息怒，下官定当为姑娘做主。敢问是何方狂徒，竟敢如此嚣张？就在城郊那处山村里，一户寻常的乡绅人家，仗着有点背景，欺人太甚。我带路，你带上人去，把那户人家抓起来给我赔罪。姑娘放心，下官这就带人前去，严惩不贷。来人，姑娘稍安勿躁，等到了地方，下官一定问清原委，给姑娘一个公道。这次来了朝廷命官，看那对男女还怎么嚣张。那男子长得再帅，也得乖乖束手就擒。知府大人，就是他们。看起来确实是乡野村民，竟然得罪了这位贵客，今天估计得被剥一层皮下来。这不是前任陛下，如今的大玄先帝吗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卑职见过。我当年在京城做官时，有幸远远见过一面先帝。启禀皇上，江南奔年钱粮系卷宗，下官已核对完毕，特此程度入宫。账目清晰，规制妥当，地方吏治需尽心坚守，体恤百姓。下官谨记圣谕，必定恪尽职守，不敢懈怠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难道是微服私访？
我竟然惊扰了先帝，这人怎么一直盯着我？卑职有眼无珠，惊扰了太上皇，卑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什么皇？这知府怎么也跪下了？难道这个男人也有来头？这么早就来了啊！让我看看，这次你找了个什么靠山？难不成他确实有些背景？也是，他一身气质清冷金贵，超然非凡，俊美无双，确实不是寻常乡野之人能比。别愣着，快走！再不走，我们全都死无葬身之地！跑，快跑！等等，等等我！没用的废物，区区一户有点背景的乡绅就把你吓成这样，真是白穿了一身官服。豪强是废物，知府也是废物，一个个中看不中用，根本靠不住。看来你这次找来的更厉害的人也不怎么样嘛。我刚才是被他拽着才跑的，你少在我面前得意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还有后手喽？当然，你等着，我下次就搬出真正的底牌。今天晚上，你洗干净脖子等着吧。这是公主殿下发出的紧急召集令。公主殿下遇到麻烦，需要我们立刻前往支援。所有人速速准备，不得有误。这回看你们还怎么嚣张！我们国家最顶尖密探都来了，个个都身手不凡。这次定要让那个嚣张的家伙知道得罪本公主的下场。公主殿下，属下已奉命带人赶到，任凭殿下差遣。就是他们，就是这院子里的人。我只是路过此地，他们不由分说便将我强行扣下，仗着身手强横欺压于人。我是什么身份？简直是打我们国家的脸！属下定会为公主复仇。又来了，这是第几次了？这是大邱的新天地叶成渊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当年我曾作为异国使者出使大宣，在朝堂上亲眼见过这位。这就是大宣的皇帝，好强的威压！拜见陛下。这就是大宣的帝王，仅凭一个眼神便能震慑万邦，千古一帝之威，名不虚传。没想到此刻居然在这深山小院里再次见到了大宣的千古一帝。完了，公主殿下，您惹到的是何等人物啊？这哪里是普通乡绅，这分明是煞神，这不是找死吗？首领，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动手，把这破院子给我掀了！你也是个废物吗？怎么也这么怂？还没动手就怕成这样？你不是号称你们国最精锐的密探吗？废物，全都是没用的废物！我父王花那么多金银珠宝养着你们，就是让你们来大宣当缩头乌龟的吗？公主殿下，求您闭嘴吧，那可是大宣的太上皇啊！您这是在把我们往死路上推啊！你挤眉弄眼干什么？眼睛瞎了吗？我堂堂北漠公主，在这大宣的破山沟里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你们不拔刀，竟然在这里发抖！这姑娘莫不是个傻子吧？你们可是本公主亲手安插在大宣京城的精锐密探，是我北漠最锋利的尖刀。如今让你们对付几个区区大宣的乡绅，居然怕成这副凶行，简直丢尽了我北漠皇室的脸！窝囊废！等我回了北漠，定要让父王砍了你们所有人的脑袋！公主殿下，要是您知道眼前的人是谁……哟，自报完了，计划通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本来还发愁得费一番功夫去查，没想到他居然竹筒倒豆子，把自己的老底吐得干干净净，这叫什么天降大礼包啊！北漠公主潜伏在大宣的精锐密探，哎呀呀，真是失敬失敬啊！王伯父，侄儿就在附近巡防，听见这边有动静，看来不愧是您，把这鱼儿一网打尽了啊！我们国家最精锐的手下，在这个年轻人面前就像绵羊一样。你又是什么人？敢抓本公主的人？公主殿下，您就少说两句吧。您知道您惹的是谁吗？那两位坐着的是大宣的先帝千古一帝叶成渊和先帝叶成远，而下令绑我们的这位是当今大宣的皇帝陛下呀！什么？先帝，当今皇帝？我这是什么运气？随随便便打个结，就把大宣最疼的3代大医王给包圆了！
谁知道这几位穿着便服、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男人都是皇帝呀？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太上皇饶命，陛下饶命啊！我其实不是来打劫的，我是北漠送来准备跟大宣皇帝和亲的公主啊。我听说大宣皇帝是个三头六臂的怪物，我不想嫁给三头六臂的怪物，这才偷偷逃婚跑出来的。我真的只是逃跑迷路，饿极了才想来偷点吃的。和亲对象，我三头六臂的怪物和亲？朝廷什么时候安排的这出戏？我这退休老头怎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？这倒是有趣了，昭儿，你这孩子一心扑在政务上，后宫至今空无一人，连个妃嫔都没有，这天上居然直接掉下个和亲公主。我这个太上皇也毫不知情啊！和亲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没人告诉朕啊！原来是北茂来和亲的公主啊！误会，确实是场误会。不过，既然你是奉命来跟我们大宣皇帝和亲的，那你觉得当大宣皇帝这个人怎么样啊？这个吗？我倒是觉得有人比那位更好看。虽然他年纪大点，但这长相，这气度，这也太俊美了吧！比我们北漠的套马汉子好看10000倍。要是大宣的男人都长这样，那和亲好像也不是不行。不是，你看哪儿呢？我才是当时皇帝，你看我黄伯父干什么？看清楚，你那和亲对象是我。你这毛都没长齐的毛头小子，也配当皇帝？是，我就是当今皇帝。真是对不起你哦，长得不够老，没能入您的法眼。虽然长得也不赖，但比起那位先帝，简直差远了。好像是没法反驳。你个死颜控！好久没这么热闹了。其实吧，和先天帝和亲，不也是和大宣皇室和亲吗？本公主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呀。孩子，你吓到我了！你这丫头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喜欢谁不好，非要喜欢一个装货老头？青瓷，你听我解释。哟，先帝，都一把年纪了，怎么还有小姑娘惦记呢？看来您这魅力当真是不小啊！冤枉啊！我什么都没做，这小丫头脑子有病吧？青瓷，你听我解释，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我根本不认识她。请苍天变中间啊！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唉，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来人，把北漠公主请回京城驿馆，严加看管，听候发落。公主殿下，请您随我等返回驿馆歇息。我不走，我死都不走，我就要住在这里。公主殿下，您松开些吧，末将等人实在不敢冒犯，别让我们难做啊。殿下抗旨不从，要是惹怒陛下，对两国邦交和殿下名声都不利。请您三思，你堂堂一国公主，抱着珠子撒泼，成何体统？这是皇不负的清修之地，岂容你放肆？驿馆冷冷清清的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我害怕。我就觉得这小院风水好，待在这里最安心。这都是次要的，主要是这里有绝世美男仙妇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就算不能和亲，每天看2眼我也能多吃3碗饭。这里可是皇伯父的住处，你说住就能住的，不要再无理取闹了。先帝，您就大发慈悲收留我几天好不好？我保证乖乖的，绝不惹事。还是找个借口打发走吧。而且惹得青瓷发火就不好了。送上门的肥羊，不改白不宰。这丫头放在外面也是个惹祸星，不如留在眼皮子底下，还能创收。既然公主殿下这么喜欢我们这小院，想住下，倒也不是不行。青瓷，你要留她？不过嘛，我们这小院虽然简陋，但规矩严。公主殿下千金之躯，这住宿费和伙食费自然不能按寻常标准算。东厢房正好空着，1个月1000两黄金，或者10颗西域极品夜明珠。
概不歇账，先交钱后入住。不愧是嫂子，刚刚我还以为她被人夺舍了呢，现在看来还是这么黑心，合理了。还是伯母会赚钱啊。成交。刚刚从密探手里那里拿的，这里面是20颗极品红宝石，够我住半年的。只要能留下来，钱不是问题。等等，哪里不太对劲？我当初带着刀踹门进来，不是为了打劫这户人家的吗？怎么折腾了一圈，他们毫发无损，我反倒倾家荡产了？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，我不是来打劫你们的吗？你们这房子也太贵了，怎么不去抢啊？公主此言差矣，打劫那是触犯大宣律法的死罪，是要掉脑袋的。但你现在交钱住宿，这叫你情我愿的合法买卖，本宫这是在帮你破财免灾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好像有几分道理啊。不愧是我老婆，当年能把选秀办成招商引资，现在被个女贼打劫都能反向把女贼掏空，高，实在是高。哎，我差点忘了，这公主刚刚说的还真有点意思。和先皇帝和亲，不也是和皇室和亲吗？别胡闹，学人家小姑娘做什么？青瓷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这小丫头年纪小，说话没轻没重，口无遮拦的。我自然知晓她无心之言，只是这北漠和亲一事，我们确实一概不知。昭儿登基多年，朝堂安顿，天下太平，只是后宫空置，一直孤身一人。对啊，你家这小子到现在还没皇后，没妃嫔，真是个奇葩。昭儿，那北漠和亲的事你可知晓？你对后宫之事又有何打算？回皇府复，侄儿的奏折有些多，那和亲的还没来得及批复呢。至于后宫，侄儿暂时没纳妃嫔的打算。什么？没打算纳妃嫔？这小子是铁了心要做孤家寡人吗？登基至今，后宫一直空无一人，朝臣的女儿和异国使者们进送的美女舞姬，你都怎么处理了？那些都被侄儿遣散务农了。侄儿一心想励精图治，对后宫之事实在是毫无兴趣，奏折都批不完，哪有空和他们情情爱爱啊？这小子简直是工作狂啊！帝王界的一股清流。寻常帝王登基之后，充盈后宫、绵延嗣子乃是头等大事，他竟然完全不当回事，这其中莫非有什么古怪？皇伯父，京中政务皆已妥善安排，但无急务。侄儿想在此叨扰几日，暂住一段时间，还望皇伯父应许。多大点事儿，想住便住，无需拘束。多谢皇夫妇。他是不是心里有喜欢的姑娘，只是碍于身份没法说出口，所以才拒绝所有女子？对啊，程元，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我以千古一帝的名义担保，只要昭儿有喜欢的姑娘，不管她是什么身份，我都肯定让她风风光光的把那姑娘娶回来当皇后。就你会吹牛。昭儿啊，昨日我们为你北漠和亲之事讨论了一番，我知道你对后宫之事不甚上心，但子嗣之事终究是国之根本。你是知道你父亲我的，不是那种古板的人。你要是有喜欢的姑娘，用不着不好意思，尽管说出来，不管她是什么身份，皇伯父都能为你做主，让你风风光光把她娶进门。多谢皇伯父、皇伯母、父皇关心，但侄儿没有喜欢的姑娘。没有？难道这孩子是真的对情爱无感？不是，那他拒绝所有女子，又空着后宫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哥，你说昭儿她该不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？难道是身体不太行？身体不行，这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哪个帝王会不纳后宫，连个侍寝的人都没有？昭儿从小就勤勉，登基后更是日夜操劳，说不定真是亏了身子，不好意思说。你这么一说，倒也不是没可能。昭儿那小子一心扑在朝政上，说不定真的伤了根本。来人，老爷，您有何吩咐？给我找几个京城最有名的舞姬，要容貌绝美，舞姿动人，尽数送到别院来。我就不信昭儿面对这般绝色佳人，还能心如止水。陛下，先贤弟特意命人从京城请来几位舞姬，说是让他们为您解解闷儿。有劳皇伯父。奴婢见过陛下，愿为陛下献上一舞，以解政务之劳。我正忙着批阅奏折，哪有时间看这些？皇伯父又在搞什么鬼？出去！陛下，可
可是奴婢们哪里做的不好？朕说出去，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朕赶出去！是，陛下息怒，姑娘们快随小人出去吧。回太上皇，陛下他连看都没看我们一眼，就让奴婢们滚出来了。这不对劲啊！绝色美人都不动心，难道身体真的美人不要？这可不是一个正常帝王该有的反应啊！哥，你说昭儿她该不会是不系女子，偏爱男色吧？男色，这可比身体不行更让人头疼啊！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来人，速去寻几个样貌清秀、干净利索的小厮过来，仔细打理整整一番，送到西厢房。陛下，太上皇命人送几位小厮过来，伺候您笔墨，解乏。这又是皇皇府搞的哪一出？出去！都给我出去！以后不许再送这些莫名其妙的人过来！男的不行，女的也不行，这小子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下彻底没辙了。难道真要昭儿当个孤家寡人吗？你们说，昭儿该不会是福瑞控吧？福瑞控，奇珍异兽，喜欢奇珍异兽胜过喜欢人，这听起来还真有可能啊！毕竟昭儿喜欢七公主的猫胜过这些人。是啊，她从小就喜欢鹿鸣书院那些鸡鸭鱼虫，难道真的？行，再试探一次，这次看他还有什么理由拒绝。陛下，太上皇特意为您寻来了这猎鹰和灵狐，说是奇珍异兽，可解闷。好，放在后院吧。皇伯父和父皇最近怎么总是送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？陛下，太上皇为您寻得良驹名犬，以供陛下修治时赏玩。放后院吧。皇伯父和父皇最近到底在折腾什么？一会儿送美人，一会儿送男宠，现在又送了一堆动物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奇了怪了，女的不喜欢，男的也不要，连奇珍异兽也只是淡淡接受。这昭儿到底喜欢什么？是啊，我从小就知道她喜欢那些花花草草、鸡鸭鱼虫，现在怎么这些也没特别反？昭儿啊，政务处理完了，来陪皇伯父坐会儿。昭儿啊，这阵子皇夫妇送了你不少东西，你可还喜欢？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或者物？你尽管说。皇夫妇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皇伯父、父皇，你们到底在折腾什么？瞒不住了，昭儿，伯父就直问你，你为何不纳妃不立后？皇伯父、皇伯母、父皇，侄儿不是有什么隐疾，也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，侄儿只是觉得儿女情长只会耽误侄儿处理朝政，侄儿的心思全在治国安邦上，没空去想那些情情爱爱的事。相比于这些，天下太平、黎民康乐才是侄儿此生所求。好家伙，这是要修无情道啊！我当年虽然想摆烂，但我好歹还有皇后啊！这小子天选打工圣体啊！昭儿，那你100年之后没有子嗣继承皇位，这江山社稷又该怎么办？天下能者自取之。皇位从来就不是某一家的私产，谁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，谁让国家繁荣昌盛，谁就配坐这个位置。若是侄儿的指嗣无能，就算强行把皇位传下去，也只会害了百姓，毁了江山。与其如此，不如立贤不立亲。好，好一个绝父天下，能者自取之。昭儿啊，你的格局已经远超伯父当年了。皇皇父、皇伯母、父皇，宫中尚有政务待理，侄儿便先行启程返回京师了。一路车马劳顿，途中小心谨慎，切莫赶路逞强，安稳回京理政即可。侄儿谨记教诲。北漠公主远道而来，我大宣深表感谢。然和亲一事暂不考虑，但为显大宣与北漠世代友好之意，两国可互通商贸，开辟丝绸、茶叶、马匹等商路，永结同好。公主殿下，大宣陛下旨意婉拒了两国和亲之事，不过愿意与北漠开通互域商路，缔结同盟。续了和亲，太好了！我本就不想嫁给他，现在终于自由了。可我也没有理由再留在大宣，再也见不到那位气质绝纯的先天帝了。公主殿下，北漠中还有一事，我要回去了。大宣皇帝已经拒绝了和亲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一路顺风。
其实这几天我也收到了北漠的消息。前段时间，北漠王庭内，王储为了夺权发动了政变，我的父王还有几位兄长，他们都死了。而我因为被送来和亲，又或者说因为逃婚，反而活了下来。现在北漠王室除了我，几乎就没有旁的直系血脉了。也许我回去之后会成为北漠的女帝。就他这脑子，之前还被人耍得团团转，做皇帝恐怕不太好。不过长久以来，我们叶家人都巴不得把皇位甩掉，都快忘记权力斗争的血腥了。唉，没想到北漠发生了如此巨变。你放心，大轩与北漠互通商贸，永结同好，这并不是空话。若是你日后回去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困境，必要时可以找叶江，但胸襟和手腕都远超常人。多谢先贤弟。也许昭儿说的对，皇位本就该属于最有能力、最有担当的人，而非血脉。先贤弟，此番回北漠，在大漠里策马奔腾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想念您的。一路平安。若是以后想来大轩玩，随时都可以来。放心吧。大漠孤烟，策马奔腾，先贤弟好福气啊！走到哪儿都有小姑娘惦记着，这退休生活真可谓是多姿多彩。不好，夫人吃醋了，这可比朝堂政变还严重。哎呦，我的好青瓷，你这就冤枉我了。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那些小丫头懂什么？哪有我家青瓷1/1000的端庄秀丽？来来来，喝口茶消消气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寻来的水中仙。皇兄，我的萝卜熟了，晚上咱们涮锅子。哎，这辈子朕想败光布库，却败出了前朝宝藏；想打败仗，却打成了灭国之战；想选美人，却选出了经济奇迹；想烧书，却烧出了失传古籍；想摆烂，却摆出了最高效的朝廷；想退休，却锻出了一个太平盛世。这辈子朕想做的每一件坏事都变成了好事。老天爷大概是在跟朕开玩笑，但朕不生气了，因为这样的结局还不错。你打完了？什么副本？这么久？千古一帝。我操，那个 SSS 级难度的变态副本，你怎么打通的？攻略都说要选雄才大略路线，步步为营才行。我选的是昏君路线。还挺适合我的。